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另外一种水耕兰花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semi-hydroponics， 它就不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完全只有水的水耕。这种完全只有水的水耕叫做 full water culture， 那半水耕叫做 semi-water culture。这一种有介质的水耕，它叫做 semi-hydroponics。那为什么它也虽然说有介质，但是它依然被称作是水耕的一种方式呢？原因在于，你看到这边有两个洞，杯底是没有洞的，这边有两个洞，也就是说怎么样呢？你加水，一直加满。水呢会从这边一直跑出来，但是跑到这个洞的 level 的时候呢，它就停住了，它就不会再漏了。好，所以基本上呢，杯内里面这边就是它的水位，从洞一直到底部就是它的水位。那这种介质呢，它其实我相信台湾叫做发泡炼石，就是那一类的石头，它其实是跟这一种clay 这种瓦片，这种材质瓦盆，它的材质是一样的，只是它经过高温的烧烤，然后跟膨胀，所以呢，它就变得比较轻、比较大颗，但是它一样有吸水的功能，但是就没有像瓦片那么样的明显哦，就是突然间，一接收到水，它马上就吸进去，它会是需要一段时间。那这一种方式之所以也叫做水耕呢，原因是因为借由这个 hydrocorn 这个介质呢，它有吸水的作用，所以就是有点像虹吸现象，慢慢把水就是经过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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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吸上来，所以让在介质里面的根部能够保持在一个就是有水分的状态。有时候呢，不一定是完全是虹吸作用，有时候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它这些都是塑胶嘛，没有地方，水汽没有地方跑，它一定是往上。所以水分的部分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因为虹吸作用，然后我们英文叫做 wicking effect， 就直接这样吸上来。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水分的蒸发。然后往上蒸发，进而在介质里面的这些根系这些根能够吸收到水分。那另外一个原因，它为什么叫水根是因为它这里面一直都有水，所以它就是无时无刻的一直在蒸发或一直在虹吸作用，所以这个介质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处于湿润的状态。当然，这些发泡炼石呢，其实它都是圆的，所以呢，它其实有蛮多的空间的就是粒子与粒子中间，它有很多很多的空隙，所以也有足够的空气让这些根系做生长，也有足够的空间让根系能够往下生长。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根系长到一定程度，长到够长的时候呢，它甚至会长到这一个小小，我都称它叫做蓄水池，英文其实叫做 reservoir， 其实就真的就是蓄水池。但是呢，这根一旦长下去，你不用担心它会烂，因为这个根是因为它自己往下长，它已经习惯了非常有水的状态，就是一直都有水，而且很湿润的状态，所以不用怕说它的根系会溃烂。基本上不会。如果它是自己往下长，然后长到这个小蓄水池里面，这个水的部分的话，是不用担心的。那另外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为什么会用外杯？这个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有提到。我用外杯的原因是因为呢，第一个，美观，除了美观之外呢，它也有阻隔太阳光的功能，所以这样子我这个杯子就比较不容易产生青苔，也才不会有比如说这些洞口排水孔堵住的问题，或者是说里面青苔长太多，
杯缘的地方长太多青苔不美观，或者甚至说我青苔长太多的话，是不是会对兰花或是根系有什么不良的影响？青苔是 OK 的，但为了美观，尽量还是不要有比较好。所以我都会使用外杯，加完水就把它放进去。等到下一次要浇的水的时候，我直接往里面加水，加完水，对不对？慢慢拿起来。然后沥干，因为它自己有洞，它会自己会滴水，滴完之后，我就可以把外杯的水倒掉，我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子就又可以1到2个礼拜不用理它。那最后呢，要跟大家来谈一个蛮有趣的观念，这观念呢就是来看一下这颗兰花，长得相当的好，也有很多的根。但你知道它是怎么样生长的吗？这个小内杯里面，其实只有水草，而且它底部没有洞，但它兰花的根系也长得相当的好。这个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啦，已经有一阵子了，很多养兰花的朋友在美加地区，他们在玩的一种方法哦，只用水草，下面没有洞。然后我这边要谈的不是说这种养兰花的方式如何操作，如果你们对于这一种养兰花的方式也有兴趣的话，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是怎么样玩这一种没有洞的水草养殖方法。我要谈的是说，因为今天讲的是水耕，其实啊，在美国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那这观念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其实啊，兰花不管你有没有介质，用什么介质，其实都应该叫做 hydroponics。hydroponics 这个英文字，如果你去查，它就是水耕。那为什么？那你会说，我有放介质啊，有水草啊，有树皮啊，为什么你都称它叫做水耕？哦，它的这个意思的水耕跟我们讲的用完全水耕泡水根部泡水的水耕不太一样。美国里面 hydroponics 的这个意思呢，其实是说你的种植方式只要没有土，那因为只有水，不管水是依附在哪一种介质或是没有介质，根部直接吸收水分，没有土作为养分的来源的情况之下，它就被称为是 hydroponics。所以即便有水草它有介质，它也是一种 hydroponics 的养法。没有任何介质的 full water culture， 当然就是水耕。那这种有介质呢，虽然不是水草，有介质发泡炼石的介质，它也被称为水耕，是因为呢，它是靠虹吸作用跟蒸发水汽的蒸发来让根系吸收水分，对不对？那它最底下是一直都有水的，所以水汽的蒸发或是这些粒子发泡炼石之间的虹吸作用吸上来，让根部吸收到杯内的水分。所以在美国这边呢，他们是一致的，就是都觉得说这样的说法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只要是没有土壤的情况之下所种出来的植物，不管介质是什么，是水草，是发泡炼石，或者是我刚刚说的那种 mantle clay 小粒的那一种，或者是完全没有介质的全水耕或半水耕，都是水耕的variety， 就是不同，就是水耕的一种变化。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啊？非常欢迎大家的意见跟指教，请在影片的下方留言。那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影片。非常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下次我上传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会及时的收到通知。也要记得按下那个通知铃铛，这样你才能够收到通知。就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